我隆重介绍一下啊，这是卓源，我的好朋友尤小柔、然然，我姐姐马嘉丽。都那么熟了，都见过几百遍了。卓大爷，你下次出来的时候，介绍几个朋友给我们认识啊？都是一些拿扫把、拿拖把的，你也想认识啊？我们就是想认识拿扫把、拖把的，这样呢，以后我们的清洁就有人帮了，对吧？我赞成。我也赞成。卓源，哎呀，好久不见了！哎，毕业之后就没你消息了，最近怎么样？好久不见，最近在哪儿发财啊？哎，等，你是卓源同学，一起吃嘛？今天他请客，随便吃，来，坐，来，哎，坐。哦，你好，哎，很高兴认识你，我是卓源的女朋友。哦，你好。哎，有这么漂亮女朋友也别介绍一下，太不够朋友了啊！先坐下吧，来。哎，好。你们俩是什么时候同学？哎，我们两个老同学了，中学就在一起了，对吧？中学，你们马嘉丽，你不要一直问个不停，让我们的朋友点个菜吧。一会儿就来了。哎，哪家中学？你们是？惠誉中学啊！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当时卓源可是我们学校数一数二的尖子生啊，保送清华的。清华？对呀。你不是有一个习惯，吃饭前要上厕所？我改了，老李改不了。别害羞，我陪你去。我说什么来着？卓源肯定有问题。我马嘉丽什么时候看走过眼？真是看不出来，一个清洁工都是清华毕业的，琅琊真是卧虎藏龙啊！冉冉，你从一开始就没搞清楚重点。惠誉中学保送到清华的高材生，怎么可能当清洁工？这不符合常理。而且他还总是喜欢一边跳舞一边打扫卫生，所以肯定有隐情。呀，卓源肯定是有妇之夫，肯定结过婚，没准连孩子都有了。清华大学结过婚就应该当清洁工吗？那他就是杀过人或者坐过牢，有案底，只能做这行。这个有可能。可能什么呀？你们俩就是韩剧看多了，胡说八道。见过这么张扬的杀人犯吗？你净散布恐怖谣言，混淆视听，去罚你找他同学要名片去。我朋友有急事先走了，让我跟你们说不好意思。这么快就走了？菜还没上呢。女朋友 call 他。那个卓源，你先把校友送回去。怎么样？还不错。哎，你们先走一步吧。哎，身边的朋友都跟男人跑了，这日子怎么过呀？还有我呢，走吧。走吧。等等我。今天晚上的事，请你保密，不要跟任何人提起。到了，回去了。你为什么在琅琊当清洁工啊？重要吗？非常重要。我不觉得。你什么事都不告诉我，
可是我连我从来都不告诉别人的事都告诉你了。你不是已经知道我是惠誉中学、清华大学毕业的吗？这不算，这是我表姐说的，不是你说的。刚才玩笑，你适可而止啊。我只是要你用平等的方式来对待我，我觉得这是有必要的。你到底有完没完啊？啊？每个人都有属于他自己的秘密。如果你喜欢我，就得连同我的秘密一起接受；不能接受，那就算了，一拍两散 ，OK？ 好了，写好了。先给我看你的。哎，你好，啊，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处理吧。嗯，好的，好，明天见，再见。3个。我不像某些人假装纯情，只写了1个。按照某种说法呢，男人的数字要乘以3，女人写的数字呢要除以3，所以啊，你赢过我。怎么，你接受不了我比你多？很好，很好。Baby，把这份文件给我打印3份。姐，这么急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我约了卓源同学出来。他说什么了？他说卓源是惠誉中学当年最好的学生之一，老师和同学呢对他都记忆犹新。大学是直升的清华，刚进去的时候呢还有消息，后来就彻底失去消息。那他为什么来琅琊当清洁工呢？这个问题还是悬而未决，但是我知道一个特别重要的消息。什么？就是有6年的时间，卓源好像完全人间蒸发，没有任何人知道他做了些什么。6年之后，他就来了琅琊做清洁工。哎，卓大爷你来啦！哇，又是一团乱。没事，交给我卓大爷哈。好好好。好。青阳周年公关策划案。我现在正在做青阳的员工活动，为了做得更好，我想看一看其他客户同类型活动的资料。好，你去吧，但记住，资料不能拷贝，也不能带出。我知道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等等，我还有一些事情想和你核实一下。什么事儿？我接到了一个投诉，说你用公款去接待一个私人朋友。我想培养和下属的情感，交流工作信息，鼓励他们努力工作，是我职责范围内的事儿。那你下属范围内也包括清洁工吗？那次不是我请的，我记得那天是20号晚上7点左右。如果您有任何疑义的话，我可以去财务那儿打印报表给您过目。那不用了，不过以后请不要再让这种事情传到我耳朵里。
1975年生于美国新泽西州，1981年随父母移居纽约，1987年进入纽约伊顿公学就读，1994年进入哈佛肯尼迪学院，1999年进入琅琊公司公关总部，2001年被琅琊总公司派至琅琊日本公司。2004年被公司派至中国第一分公司。这个文件号记录的是弗兰克身世。原来连那个老外也卷进来了。我不知道，我看的时候也觉得很困惑。弗兰克的履历表上有很多没有记录的地方，比如他进入琅琊的前2年就什么都没记。他摆摊卖烧饼的日子当然不会记录在档案里了，但你可以查查，万一 Frank 真的有卖过烧饼，或卖过汉堡的话，你可以通知我啊。我不这么认为，他连每年去哪儿度假都有记录在案，怎么可能2年的时间都是空白的？我觉得很蹊跷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关键在于。上帝之手让你看 Frank 的资料是出于什么目的？那文件里又有什么呢？也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就是 Frank 从12岁开始的大事年表，还有一些照片。或许上帝之手就是想让你看到这个呢。知道 Frank 背景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最开始收到邮件的时候，就像小孩发现藏宝图一样，特别兴奋。可是，当我看了 Frank 的资料，我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，好像一个深渊在我眼前渐渐的清晰起来了。Frank， 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上帝之手就是想透过 Frank 的身世来告诉你是什么？你有没有想过，或许 Frank 的身世隐藏着你的秘密？害怕吗？我只是有一点隐隐的担忧。放心吧，有我左代罩着你，没有人敢伤害你的。卓越，对不起。无缘无故干嘛跟我道歉呢？我表姐私下约了你同学吃饭，她说你有6年时间人间蒸发了，在这6年期间，没有任何人知道你在做什么。我今天看了弗兰克的资料，发现有2年的空白，我心里有一种焦虑。我知道我这该死的好奇心一定会促使我查下去，可是我不想查了，真的不想，一点都不想。我喜欢你，可我永远都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要干什么。上次在餐厅遇到你同学之前，我只知道你叫卓源，知道你在琅琊做清洁工，其他的一无所知。我不是一个多疑的人，我不要求你告诉我你内心深处的秘密，但我觉得我有权利知道我应该知道的事儿。我又乱七八糟说了一堆，我也不知道我都说了什么。对不起，耽误你休息了。我带你去个地方。我不需要通过购物来缓解我的焦虑。是谁说让你来购物了？那你带我来这儿干嘛？那你来不来？周先生你好。
王主编。终于来找我了。最近你的清洁工生活如何？你看我现在这样，就应该知道我过得如何吧？恋爱了。我所有见不得人的秘密，都跟他有关系。有什么问题，就问他吧。是不是想问我卓然的过去？6年前你多少岁？18岁。你还记不记得当时有段时间全球奢侈品展要来中国，闹得沸沸扬扬的事？啊，有点印象。我记得我姐姐当时特别想去，还打听门票的事儿呢。那次活动没有办成，由于主办方最终觉得内地的奢侈品市场还不够成熟，将地点移去了香港，所有前期投入的巨额宣传费都血本无归。承包活动的公司还欠下了巨额债务，公司的合伙人跳楼自杀。我们杂志社是这个活动唯一的媒体合作方，也受到了牵连，发行量一度跌入谷底。卓源不光公司破产，还连累杂志社损失惨重。这种国际奢侈品展费力不赚钱的活动，对于一个新的公关公司来说是极大的诱惑。这种活动虽然不赚钱，但是可以收获公关界的盛名。卓源正是看中了这一点，冒险接下了这个单子，最后全盘皆输，还丧失了一条人命。我没有追究他的财务责任，但是我也不允许他退出公关界。因为我迟早要从他身上把我当年失去的东西拿回来，这就是卓源的故事。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卓源，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哦，那缠绵的地点，难道是爱的天平已经倾斜？下着雨的夜，太熟悉的街，所有的感觉也没有那么热烈。下着雨的夜。来来来，又到了我周六最喜欢的下午茶时间了。每次都这么高兴啊？那当然，我们这种小公司啊，可比不上你们琅琊，天天都有美女喝下午茶。我们下午茶时间啊，最高兴的，就是差使新来的助理，一只手端着6大杯的 Starbucks， 然后兴致勃勃地期待着他记错每一个人的口味，百试不爽。哎呀！我去拿纸去啊！纸呢？先给我看你的。我不像某些人假装仅只写了一个。我可以解释啊。原来你藏了这么多秘密，在沙发底下。我看看还要藏什么。哎！这都是以前的戏，没什么可看的。这有什么秘密？
哎呦，看见小秘密了啊！忙了一天，人都忙晕了，拉链一直开着都不知道。哎，对了，前两天我记得我看见卓源拿着这个有徽标的信放在手拉布里头，没想到那小子还挺会卡公司之由，行浪漫之事的嘛。怎么样，情书够肉麻吧？你是亲眼看见卓源把那封信放进去的吗？对啊，怎么了？是卓源自己放进去的。当然了，我亲眼看见的。这不可能，这也太可怕了。笑笑怎么了？是不是那臭小子又欺负你了？你告诉姐姐怎么了？难道不是情书，是恐吓信？哎，笑笑，笑笑，笑笑，吕笑笑，你给我站住！我数3，我说你站不站住，我懒得追你了啊！1、2、2.5，笑笑。你是要找卓源吗？笑笑，虽然我们都反对你选择卓源，但是作为你的姐姐，你的好朋友，我们都不希望看到你这样。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我们有多心疼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这样去找他，能解决什么问题呀？我们还是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好好谈一谈吧。走吧。难道我走进了真人版的《楚门的世界》？从卓源第一次推着车把你挤进电梯那一刻起，他就给你下了无数的连环套。可我不相信我最信任的人会骗我。笑笑，我告诉你，卓源就是一条狡猾的鱼，这次事件就是饵，我们要用好这个饵，把它从深水里钓出来，剥掉它虚伪的鳞片，称一称它斤两。不过我还是不相信一个清洁工能有这么大的本事吗？卓源抵赖的第一个借口，可尤小柔说的也有道理。你别再给他找理由了，你我都知道他不是一个普通的清洁工，你要想跟他摊牌，得有技巧。250，过来。然后呢？他面对你的质疑，一定用反问的态度撇清自己。他的第一个问题肯定是，他用什么样的方式把你一路推进狼牙？这个时候，你要对他说：“他第二个问题一定是，他凭什么帮你啊？”你就说：“这2个问题一定会击垮他的防线，他会恼羞成怒的。”啊？那我怎么办呀？你绝对不能心软，这个时候要抛出有力的证据，乘胜追击，大鱼就要钓上来。卓源，卓源。干嘛？你就是上帝之手吧？当然不是了，手算什么？我就上帝他本人。用大笑和开玩笑的方式来掩饰心虚，并且拖延时间想解决问题的方法。这个话不是吕笑笑说的，是马嘉丽说的。你这姐妹俩是脑残是不是？是盐吃太多，老爱研究你们家卓大爷。啊，是我卓大爷真的是，哇，无所不能啊！光用个垃圾车就能够把你推上琅琊公关，创一部第一把交椅。小兔子写论文，题目是论兔子如何干掉狼和狐狸。狼和狐狸不信，就跟随小兔子入洞察看，果然被干掉了。
因为兔子的导师是狮子，你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站在你背后的人。小王主编这样的人，在时尚界可谓呼风唤雨的吧？好浓一股马嘉祺味儿。你是他的应征同事吧？喂，少女，不好意思打扰，你的身份暴露了。麻烦你呢，跟这位脑残又爱幻想的小姑娘解释一下，为什么你一定要把她送进琅琊公关？难道是因为？肯定不是因为爱上我了，不是为名就是为利。你是马嘉祺附身啊？啊，没事来这跟我唧唧歪歪干嘛呢？把证据拿出来啊！我怕我拿出来，你会没办法跟我解释。原来我真的有把柄在你手上，拿出来分享一下嘛。你知道的，我这个人就是好奇心重，我喜欢把一切的事情都问得水落石出。我就知道，又是你的哪一位好朋友给你打小报告了？哎，吕小小，你知道吗？昨天那个大烂人把这信封放进收发部。吕小小，为什么你总是要怀疑来怀疑去的呢？你老是拿一个放大镜跟在我屁股后面，你不嫌累吗？我好奇，但我没错。不过我这次不想再问下去了。也许失去你，比让我知道真相更痛苦。我告诉你，我在收发部见到了这个信封，拿起来看了一眼又放回去了。这个理由，你信不信？哎，我不信。我信。奥斯卡最烂剧本奖，我喜欢，无可救药。哎，无药可救啊！我决定相信他，你们也得相信他。于总，这是公司本季度发放的午餐费。保洁部也有吗？全公司都有的，只是数额不一样。好，谢谢，不用。跟卓源吃饭？No， 就一个字，我只说一次。姐，你最火眼金睛了，你不是怕我犯傻吗？咱们就当做这是大伙儿对他的一次考验。啊 ？No。病句，你说过 no 只说一次。该聪明的时候吧，你像一台老旧漏风的286；不该聪明的时候呢，你又像装了8盒内存条。好，这一次马嘉祺我亲自出马，我要在饭桌上让他原形毕露。Cherry， 小柔呢？他刚刚好像出去了。杜总，我觉得这项计划还有牵头之处。陆总，这
是我们创意小组经过几个月很周密的准备，才向贵公司提出的计划。杜总，慈善活动太高调，会被人误以为是在炒作。请放心，在我掌控下的媒体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乱子。所以，各位媒体朋友 ，Leslie 品牌一直致力于对女性的关怀，所以这一次琅琊公关也专门为他们量身定做了一套慈善计划。这位是 Leslie 品牌的杜总。大家好，我们决定成立一个慈善活动基金会，筛选一批患乳腺癌的妇女进行资助，让她们重拾对美丽的信心。吃里扒外，严重影响公司形象。你说什么？对客户负责是我们客户部的职责。公司规定，顾户不干涉内政。客户部有权监督创意部。等一会儿我会跟大家把这个活动的意义跟大家说一下。大家请让一下。雷斯利成立了乳腺癌基金会，我们院被选做了制作单位。这是雷斯利的负责人杜总。好，大家好。这次活动啊是一个全球性的计划，全世界人民都会在我们的号召下来关心女性的身体健康。出去，都出去！怎么的？想拍下我们空中出场，在全世界播报啊！你们都不去拍，都不去拍，换谁是你？你愿意不愿意啊？都是你，你愿意不愿意啊？都拍你！不去拍，都不去拍！安妮，先生，作为一个男人，我觉得你是最漂亮的。一个能从病痛中折磨站起来的女人，在男人心中是最美丽的。叫他们都出去！来休息一会儿，休息一会儿。不要拍，不要拍！休息一会儿。今天辛苦了，刚才病房那段还是别播了。表姐，你放心，我们什么时候给你出个幺蛾子？我相信你们媒体的控制能力，但我质疑你们公关计划的可行性。杜总，对不起，我会向公司提交问题报告，追究此事的责任。我知道你是名校出身，从业经验丰富，但是你根本不懂得用平等姿态去看人。你就是个被父亲保护着进入琅琊的富二代，有什么资格说我？哎，少来了，都还没炒爆，要我拉肚子啊！嗨，就知道今天发银子，你们啊会躲在这里聚众狂欢。好好，大家好。知道这儿逮我了啊，说吧，马家里让你带什么话来吓唬我？马家里没让我带话给你，这儿让我带话给你。没有多余的食物了，回去吧，回去。哎，我入份子，我带了。好，这份子钱还挺厚，我看就算他一个吧。那么现实呢？怎么样呢？来，吃东西。好，等会儿，我有话先跟他说。行，妈。那教训你们。OK， 好啊，说找我干嘛？明天晚上一起吃饭啊！我约了马嘉丽和尤小柔。鸿门宴，马嘉丽早就想对我开膛破肚，把我内脏挖出来翻一遍了。如果真要这样啊，我第一个报名加入，把你的心拿出来摁在手里，永远不松开。拿画笔吓我？你怕了？你就是因为怕我，所以永远躲着我。笑话，我卓大爷哪有怕过谁的？那明天一起去。我可以解释。
需要解释，你之前就没有做好准备，所以现在不用解释。既然你这么洒脱，那我就不说了。每次我们俩见面，不是在化妆舞会，就是击剑馆，永远戴着面具教人。你跟以前交往的男人都这样吗？不戴面具的话，一个 A 类公司的总监跟 B 类公司总经理在一起，真成了狗血商战戏的素材了。这不叫恋爱。错，这是谈恋爱，不过被发现了就没得谈了。其实你一点都不够爱我。你想让你否定答案的话，现在听我告诉你，我爱你。帮我做一件事。什么？帮我调查卓源。走过熙熙攘攘的街，回到冷冷清清的家，香烟已熄了，全世界也暗了。我坐在这。 6年前，我们在这儿长谈过一次。今天你约我到这儿来，一定是有什么重大决定吧？没错，我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，我不愿意再干下去了。我就知道。不过我想问你啊，你还记得这是什么地方吗？当年你们一群人雄心壮志，想要建立起自己的乌托邦，哭着喊着要让理想通过自己来实现。可是最后呢，你们其中的一些人放弃了理想，付出了多么惨痛的代价，你还记得吗？这里，就是放弃理想的墓志铭。难道你今天约我到这儿来，就是要告诉我你要放弃理想吗？不用再背台词了。实现理想，不一定要用见不得天日的黑暗手段。这个问题我们之前就讨论过了。琅琊04年前后使用的手段就很磊落吗？可是，这对他不公平。谁？吕笑笑。你爱上他了？怕什么？我不怕。千算万算都没有算到这一步。我没有想到，在我设计他要爱上我的同时，我也爱上了他。她是一个这么毫无设防的女孩，只要她认定一个人，那就会千方百计的去相信他，去对他好。可是我却利用他，去欺骗他。每次我看他在对我笑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有个刀子在割我的心。你从这儿看下去，看这座城市，就像是五光十色的巨大封面，感情只能是其中的几张插图，而你的感情呢，也只能作为内容而存在，你懂吗？难道我还要继续利用他的感情去伤害他吗？可是你和他的感情为我们的理想带来情报啊！我可以做妻子，但他不行。我可以和他分手，这是我现在唯一如果我爱情做的事。我帮你看着呢，没有人跟过来。你和王主编进去之后，连只苍蝇都没有飞进来。谢了，兄弟。哎，我说你也赶紧的，什么时候王者归来啊？我在琅琊挺好的。你在琅琊骗得了所有人，可是骗不了你自己的感情。真想拧掉你这张嘴啊！为什么你难受的时候偏偏要笑呢？我决定了，我要和吕笑笑分手。
别打了，你再打下去，你的心情就会跟这菜一样凉下去的。对呀，缺个人又能怎么样呢？不好意思啊，今天奥特莱斯特价来晚了。哎，都等我呢，真是好姐妹。是啊，既然来了，就一起吃吧。哎，卓远呢？怎么不见卓远啊？这个家伙迟到太晚了，我们把他开除。不行，我一定要问清楚。你坐下。我知道你咽不下这口气，可是我舅妈把你这个宝贝女儿生下来，不是为了看别人脸色的。我只想问个究竟。你还不是心里放不下她，找一个借口去见她？他就是生活在一个谎言的世界里，你就把他当成泡泡，吹了就算了呗。根本就不了解他，说不定他都有孩子了呢。不拒绝，不主动，不负责，典型的3不男人。听我的，离开他。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难受，可是见面是罂粟，只能缓解一时的痛，越见就会越上瘾，最后呢，是长久的苦。我根本没打算跟他分手，因为我爱他，跟你，甚至跟他，跟任何人都无关。哎呦，这女人真没有礼貌。他可能心情不太好。来，这瓶酒。男人和男人就是不一样啊。卓源不过是个清洁工，平时拽得跟什么似的。有些人看到美女，腿都软了。女人就是被宠的，但是有一种女人，男人看见以后都会躲得远远的，那就是自以为是、满嘴酸味的女人。就算是全世界男人都死光了，我也不会喜欢那种上班打扮得跟作秀一样的装腔作势男。你知道吗？女人嘴上骂得越狠的男人，她心里越喜欢。如果她不喜欢这样的男人，她连骂都懒得骂，更何况去观察他的衣着穿戴。骂你还荣幸了是吗？荣幸自治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你们俩别当着我们的面公开调情好吧？服务员。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还是那个地铁那条街哦，那缠绵的地点，来这干嘛？你不是答应今天晚上陪我一起吃饭的吗？没忘。那你是故意的？是。怎么样？发生什么了？我就这样一个人，我要有我自己的私人空间，我就是不屑跟你那些朋友们见面。这我知道，他们说你不值得信任，不真诚，不努力，不认
真。才看出来吗？你知道的，他们就是嘴巴不饶人。他们说的是实话。他们是为我好，怕我受伤。你别生气呀。应该是你生气吧？我不生气的。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有自己的私人空间，也就是自由。但是相爱就意味着这种自由会被牺牲掉一些。我爱你，我愿意牺牲掉我的自由，把我最宝贵的私人空间与你一起分享。我相信，总有一天你也会敞开你的心扉，打开你的空间，我们相爱在一起。也许那个时候我们会结婚，会有宝宝。我相信我们的宝宝也会看到他的爸爸，也着妈妈拉着他的小手，一起出席在聚会上，餐厅出现在大街小巷。想什么？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？相遇的地点，结束的一切，很明白，爱并不是你要的一切。所有混乱的感觉，无可救药的一切，太多一切。太多情节，太多伤痛的理由，让我无法拒绝。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很明白，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，那分手的夜，那缠绵的离别。事情大概就是这样，当时场面几乎混乱，所以我们创意部认为应该重新调整计划。重新调整公关计划，这简直是公关界的日全食。这事儿我也得跟弗兰克汇报。我还是认为这跟客户不介入过多有关。小柔，我觉得你对时间有偏见。放心吧，别客户部、创意部的，这事儿我给你们担下了。弗兰克刚刚离开，如果柴友有急事，可以在这里等。谢谢。刚 Frank 打来电话，说今天要陪欧洲的几位董事长打高尔夫，不会回来了。嗯，好。
婚了，还有2个孩子。小心了啊！我要使用我的大绝招了啊！你有没有点同情心呀？没有。啊，死了，死定了！你怎么那么逊呢？这可是你最拿手的机子。我现在心里很乱。怎么了？上帝之手让我调查 Frank， 结果我一时头脑发热，拿了他一封信。可是从里面没有发现任何有用的线索。不过我倒发现了一个大秘密。什么大秘密？关于他曾经在教堂里说过一句“我愿意”。你是说他结婚了？Morning, boss. Morning, CC。我有一封信来自欧洲，应该到了。是的 ，Frank。昨天下午我把它连同其他文件放在了您的办公桌上。我知道那些文件，但是我没有发现那封信。但是我的确亲手把它放在了你的办公桌上。那好，那麻烦你帮我拿昨天下午的回客单。哦，对了 ，Frank， 昨天你没有见过任何人，但是 Cherry 来过这里。好，那麻烦你帮我约一下 Cherry， 我想在 B 球馆跟他见面。是吧？等一下。来。你听说关于运动的比喻吗？没。Soccer 是最美丽的情人。因为你一直追在他后面，一直碰不到他，碰不到他的就很少。Volleyball 是最讨厌的亲人，因为谁都不想把他留在他这边。Rugby 是最 soft 的亲人，因为谁都想把他扑倒，压在身体的底下。壁球，你知道壁球是什么吗？知道。壁球是最狡猾的亲人。因为你永远猜不出他这一去怎么回来。你看，小心！哎呀，是最暴力的情人吧？我要再被敲几下，铁定成白痴了。当然不，你很聪明。我的运动神经真的很不发达，所有的球都跟我没有缘。就这个壁球，简直就是十面埋伏。Frank。我懂了。好，我来教你。你知道怎么对付这个情人吗？来，其实很简单，打壁球和做人是一样的，要忠诚，不能背后做坏事。You have your eyes focused on the ball, loyalty。不管他从哪条路线过去，从哪条路线飞回来，你一定要。眼睛1秒钟都不能放过他！来，你发球，你直接跟我说一声吧。你看，被人在背后摆一道是多么痛苦的事情。你要是忠诚于这个球，一直盯着他的路线，你一定能打得到他。如果你对于忠诚和背叛有什么感悟，你随时都可以来找我。我敢打赌 ，Frank 肯定知道我偷了他的信。他技术那么好啊，可以控制那个球集中于哪一个部位？可不吗？你是没看到我的脸，绝对惨无人道。什么？你毁容了？难道他使用的是江湖上失传已久的面目全非脚吗？哎呀，你就别贫了，也都怪我，一开始就不该那么做。所以你现在应该想
要坦白从宽，争取个宽大处理，或者是死硬到底，让他把这事情不了了之，是吧？他都用上忠诚和背叛这样的字眼了，我还想不了了之。我决定，还是招了。人不犯错就不可爱了，要是犯了错还不承认，就更不可爱了。你觉得呢？只要你心里舒服就可以了。真是罪上加罪啊！就说信是我拿的，就说信找不到了，就说虽然我什么都知道了，但是我谁都不会说的。夏夏加油，加油！你的头上的伤不要紧吧？要是你还想休息几天，就算是病假，工资我们会正式给你发的。没事没事，我身体结实得很，再大几天也没关系。Frank， 我来呢，主要是想向您说一件事儿。Please tell me。就是关于您上次说的那个忠诚，我回去想了很多。我觉得吧，忠诚虽然不能像屈原那样投江，不能像关羽那样单刀赴会，但是至少应该说句实话。这是我的一个 personal mail， 你说的实话不会跟这个有关系吧？嗨，哎 ，Frank 的信是你放回去的？嗯。可我把信封都给撕破了。这么大的一个中国，要找一个一模一样的信封有什么难呢？它本身就是 Made in China， 再说 Frank 又没见过原本那个信封，就算这个有点不一样，他也看不出来。那邮戳呢？我自己刻了一个萝卜章，但印你是从公司偷的。跟原先的一模一样。相信我的手艺比原装的还像原装。我本来都打算跟他坦白了。不妨碍你坦白啊。你想死啊？我现在要去跟他坦白，不就把你给招出去了？他要问我怎么又原封不动的放回来了，我怎么跟他说？你就告诉他，我卓大是刘谦的 fans， 给他变了一个戏法呗。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的意思呢？我天生比较迟钝，不懂得观察吕总监脸色。不好意思啊，这么久以来一直让你包容我，要不以后你就别惯我了。你没事吧？想吵架呀？还是被你看出来了。你看，
其实我们的沟通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嘛。卓远，你适可而止啊。怎么，拒绝和我沟通了？是不是你这句话也能理解为想跟我一刀两断了？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还是那个你的那条街，谢谢。那缠绵的地点，难道是爱的天平已经倾斜？下着雨的夜，太熟悉的街，所有的感觉已没有那么热烈。下着雨的夜，心的感觉，刹那的视线。我们分手吧。太多的理由，太多的借口，没你这么开玩笑的。如果一个男人拿分手来开玩笑，那真的无药可救。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。你总得给我个理由吧。我必须和他分手，这是我现在唯一能够为我们感情所做的事。我家养的金鱼不喜欢你。很明白，爱并不是你要的一切。下着雨的夜，半提亚豆，所有的感觉。谢谢。这个要不要？不要，谢谢。借我过一下啊。你觉得随便一个理由就可以让我乖乖离开吗？你别忘了，一直以来我都是好奇心旺盛的吕笑笑。现在是卓大爷的工作时间，不接受任何的提问。今天你要不给我个理由，就别想工作。你想我说什么？我知道你跟我分手一定有不得已的原因，我没有逼你跟我和好，但你要告诉我，是不是有我不知道、看不见的障碍挡在了我们面前？你又觉得自己是个悬疑剧的女主角啊？我说你怎么自我感觉这么良好呢？很简单，就4个字：没有理由。爱情就跟分手一样，今天我卓大爷高兴就爱，不高兴就分，就这么简单 ，OK？ 以前我跟你说过的所有话，从现在开始都过期作废，你可以考虑，要不要在老雅继续待下去？
到现在我都记得，到琅琊的第一天你跟我说的那些话。记性真好，可惜我已经全忘了。我不相信你忘了。上帝之手就在利用你的好奇心，一步一步的牵引着你走向一个方向未明的深渊。你可以放弃这个游戏吗？你真的要我这么做吗？没事没事。那还真不好意思。哼，没事儿。你好像瘦了些啊？你能告诉我一些卓源的事儿吗？我们这些老同学啊，都是你们情侣间互谈情报的对象。卓源为什么到琅琊当清洁工呀？他没告诉你。他的一个朋友告诉过我一些，但我总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。可能他不想让你掺和到这些事儿当中来吧。可我是他的女朋友，我爱他，我想要跟他共同进退。可是他不这么想，他不想破坏你的生活。那他到底在做什么？卓源他以前开过一个公关公司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一次活动的失败，导致破产了。那不过是个表面现象。其实吧，卓源一直是一个优秀的公关人才。当年琅琊区域总监一直想挖卓源过来帮他工作，可是卓源没有答应，因为卓源他想创立自己的公关公司。卓源成立公司之后，业绩突出，还成功的抢了琅琊的一个重要客户。琅琊的区域总经理咽不下这口气，于是呢和王主编串通，放出了奢侈品巡展的风声，引卓源上钩。事成之后，王主编和卓源签订了在琅琊当清洁工的这个协议，来偿还他的债务。你想想看，一个强大的公关公司和一个最有影响力的杂志社，他们互相勾结，那卓源还不被他们死死踩在脚下？卓源真可怜，姐，怎么能帮帮他呀？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是琅琊的前区域总经理和王主编。那个总经理呢，已经回了美国，远水救不了近火，现在只有去找王主编了。那我去找王主编。喂，你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呢，还是真的那么250呢？那个王主编是出了名的女魔头。我问你，卓源聪明吗？聪明啊。他聪明还是你聪明啊？不相上下吧。还不错嘛，在失恋的非常阶段，对自己的估计还这么乐观。卓源肯定比你有经验，他都搞不定王主编，更何况你了。那别打我主意啊！这件事情得他自己去解决，说不定他早就有计划了。你看他那嚣张的样子，他可能忍气吞声当一辈子清洁工吗？你现在就别想怎么帮他解决问题，你要跟他好好谈一谈，表明你的态度。哎呀，姐，
还是你聪明。王主编，我已经把你交给我的话全告诉吕笑笑了。奈斯利推出的产品贯彻了他们一贯的品牌理念，把美丽带给女性。这都千篇一律，不知所云嘛。这是我们创意部的事情，你们客户部就不要操心了吗？你们给媒体的公关稿没有把握住核心信息，完全没有体现出客户所想要的重点。我相信，我们最起码比一个客户经理懂得如何遣词造句，如何运用语言的魔法，如何和媒体打交道。还有啊，你们的公关稿用粉红色搭配黑色的底色，这样的颜色搭配太冲，违背了品牌一贯的优雅作风。我在琅琊工作5年，每个月买7本时尚杂志，你还跟我说什么品味、什么优雅，我能不知道吗？你这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个人穿衣过于拘束，名牌穿在你的身上还是名牌，崭新的奢华。你现在最需要的是把一件3万元的衣服穿得跟睡衣一样简单。你穿皮草的下面可以尝试穿牛仔裤，甚至是睡衣，而不是昂贵的晚礼服。你要去尝试一下各种材质的混搭，利用柔软的针织物去冲淡皮草的奢华。你远远没有做到从有到无。好，我承认你说的有点道理，但是你这么一说，倒让我想起一件事儿。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想的是，像我这种人对时尚了解一清二楚，一般都是娘娘腔或者同性恋吧。聪明 ，Mr. Gay， 你的确在这方面有异于常人的敏感。谢谢。我来琅琊快10年了，绝对是个时尚圈的人，这点承受力还是有的。你来琅琊10年了？我念大学的时候就在琅琊打工，加上那些时间，已经10年了。你知道以前管理核心资料库的人是谁吗？不好意思啊，先过去一下。谢谢。你今天这身衣服呢，充分的暴露你内心的虚荣。我今天这身衣服暴露的是我的气质。哼，瞧你得意的样子，简直是溢于言表啊！没什么好掩饰的，我马嘉祺就是有这个得意的资本。马嘉祺也有不能明摆出来的资本。哎，我这样看着女神说话要维持多长时间啊？晃得我眼睛都花了。是模特们白花花的大腿晃得你眼睛花了吧？哎，我纠正你一点啊，你还算不上我的得意。现在还没有到最后关头，下定论，言之过早。嗨，今天好漂亮啊！谢谢，你也是的。哎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好，去忙去忙。其实你呢，不用装不认识我。你认识一个广告界冉冉升起的新星，很正常，没人会怀疑。第一，请你不要突然从后面冒出来跟别人讲话。第二，你这样咄咄逼人，暴露的是你内心的自卑。我根本不用自卑，我之所以能拿到订单，是因为我的价格合适。所以呢，不要通过你攻击我的方式来掩饰你自己内心的歉意。你这样揭穿我，更暴露了你内心的遗憾和不甘心。对
对于很多情侣呢，到一定阶段就要公布于众，可是这一点我表示同情。下车，不许坐我老婆身上。我已经知道你以前的事情了。我知道你是被王主编他们陷害的，所以被迫留在这儿当清洁工。我知道你一定不甘心，也一定会想办法重振旗鼓。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决定，我都会这样站在你身边，支持你的。小姐，你以为你在出演真情节目吗？麻烦你，把你这份同情心留给别人，我不需要。我不知道你这些故事从哪里听来的，不过我们已经分手了，你就留着这份闲心吧。啊，这个男人是长城光辉公司的总经理黄凯。这家公司呢是专门承办活动的公关公司，从来没有跟我们琅琊合作过，这次是第一次。他跟马嘉�丽是什么关系啊？具体什么关系还不太清楚，但是这次这个公司承办的是典雅的新闻发布会，而这个品牌呢是由马嘉�丽登记的。我想很有可能马嘉�丽是收了黄凯什么好处，然后才把承办权给他的。那你觉得他们两个看上去关系如何？不太清楚。但是明显在回避什么，好像装作不认识。中期考评就要开始了，这次我们可有好戏看。你就等着看吕笑笑怎样考评他亲爱的表姐马嘉�丽吧。最高分只有一个，如果他把最高分给了马嘉�丽，那其他的总监都会闹翻天的。马嘉�丽这次可真是棋差一招，她根本不应该公开和吕笑笑的表姐没关系。虽然她今天逞了一时之快。这恶果子他还是要自己吞下去的，那是肯定的。Cherry， 我想清楚了，我决定以后好好配合您的工作。我向你保证，之前发生那些失误，以后绝对不会再在你面前发生了。来琅琊这么久，你第一次像一个正常下属这样给我表明态度，你想说什么呢？那个时候朱烈刚离开，我心里有些意气用事。希望您别放在心上。有话你就直说吧，你这样反而让我有点不太习惯。Cherry， 中期考评就要到了，我希望……说到重点了。那我先出去了。好。今年我负责的 Leslie 品牌一共搞了5个活动，发了17篇公关稿，上了36家媒体，总销售额上升了3%，整个市场都在扩大。Leslie 品牌方面对此非常的满意，也签下了明年的合约。这个业绩肯定是所有创意总监当中最优秀的，所以我希望可以拿到最高分。我会考虑的。青阳的波折是我们一起解决和攻克的，现在风平浪静了，而且他们跟我们保持这么好的合作关系。另外，我服务妍雅客户已经好几年了，这个客户能一直留在我们公司，我的功劳功不可没。所以你在打分的时候，千万不要顾及到我是你的表姐，该打高分的时候就打最高分。我清楚。Cherry， 我要跟你强调的是，
夕阳的小样绝对不是从我这里流出去传到姚总手上的。除此之外，我这半年的工作没有任何污点，因为所有创业总监的纰漏都不是出在我负责的范围。我的职责很大一部分就是事无巨细的为他们服务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我明白 ，Cherry， 我知道我们私底下有些不愉快，但是我想还不至于影响到这次的评分吧。在工作上，我是出了名的铁人，一天24个小时，我把18个小时都奉献给了琅琊。上个月，弗兰克给我加了一次薪水，可是老板永远看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。他之所以给我加薪，是因为我连续3个季度保持了寿礼品牌的销售和影响力的增长。光凭这个，我就应该拿到最高分，因为迄今为止，创意部还没有一个人打破了这个记录。你说的我会考虑。公司规定只有1个人可以拿到最高分，我能做的只有公平。